你的世界没有人能活过18岁，只因每到成年这一天，他们的父母便会将他们做成大餐。上集说到，我们被一个自称为花的陌生女孩带到了一个神秘山洞，而我却觉得这个女孩处处透露着诡异。小白，你在发什么呆啊？你不会看上那个女孩了吧？我还是觉得花有问题，她的行为有些奇怪。其实我也觉得她很奇怪，你是不知道，我醒来的时候，她身上一件衣服都没有穿，光着身子站在那里和我说话，吓死我了。没穿衣服？对啊，什么都没穿，她倒是一点都不在意，跟没事人一样，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算了，先吃点大老鼠吧。你先吃吧，看来这个花一定有问题。正常人和别人说话，谁会不穿衣服？但是异类就不一样了，他们不在意穿着，不在意打扮，遵循的只有最原始的习性。我扭头看了一眼沉睡中的周凯等人，即便心里满是疑虑，但考虑到他们还没有苏醒，暂时也只能待在这里。山洞外夜色已晚，现在离开，一旦遇到林子里的老鼠和怪鸟，处境将极其危险。所以关于花的问题以及什么时候离开，还是要等到其他人醒来之后才能决定。我和丧坤轮流守夜，一方面警惕花和他身边的异类，另一方面则是担心会有其他的生物趁着我们熟睡后溜进山洞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轮到我守夜的时候，我还使用了能力，将命运的丝线连接在了周凯身上。这时我忽然听到了一连串的怪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折断，又像是什么东西被溶解。我思索良久，始终想不到这些声音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小心翼翼地走出山洞，决定看看发出声音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夜晚的树林有种说不出的怪异，眼前这些扭曲生长的怪树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只从地狱深渊爬上来的恶魔，等待着你和他们来一场关于灵魂的交易。忽然有什么东西在树林间一闪而过，竟然是四处逃窜的老鼠。这些老鼠就像是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，四散开，朝着不同的方向拼命地逃窜着，仿佛想要远离这个地方。可跑着跑着，老鼠的动作忽然变得越来越迟缓，紧接着一只接着一只停在了原地，随后就被一条条类似蛇的东西给抓走了。我又小心翼翼地朝前走了几步，竟然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竟然是花。我早该想到的，这些老鼠的动作十分敏捷，特别是逃窜的时候，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停下。这附近唯一可以让他们自己停下来的，只有花身上散发出的香味。可是花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有那些缠住老鼠的东西又是什么？就在这时，花身边传来一连串奇怪的声响，那些如同蛇的东西从花身旁接连冒了出来。这一次我看清楚了，那些东西竟然是藤蔓，而这些藤蔓全都是从花身上蔓延出来的。随后藤蔓缓缓扭动，将那些被缠住的老鼠送到了花的面前。花微微抬头，紧接着他的脑袋竟然变成了一朵真正的花。花将藤蔓送来的老鼠缠住，通过脑袋上的花送到身体里，一只接着一只。然后我之前听到的怪声再次传来，那些被溶解的东西就是这些老鼠。我的身体在止不住的颤抖，并不全是害怕，而是因为震惊。这个帮助我们的女孩真的是一只异类，而且这只异类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只异类都要聪明，都要谨慎。她甚至比城里的那些异类更加可怕，更会模仿人类。可是我想不明白，我明明借用周凯的能力观察过花，清楚的听到了花的心跳和人类的心跳一模一样。不对，他现在怎么没有心跳了？我再次抬头朝花望去，此时此刻站在这里的花根本没有心跳，看来他应该是和那些仿毛涡虫一样，是一种没有心脏的异类。之前听到的心跳是花故意模拟出来的。我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花没有对我们出手，而是在捕捉树林里的老鼠，说明我们此时的处境暂时是安全的。正当我准备返回山洞的时候，忽然察觉到不对劲，花抓捕老鼠进食的声音突然消失了。很荣幸，您是第二个看到我真面目的人类。话音刚落，空气中再次弥漫出一阵异香，下一秒倦意来袭，我便眼前一黑，